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突现宜昌，为德贤锦制按下核爆键，一次灵预热宣发，撬动全民期待的关键瞬间。12月5日，没有任何事先官宣，也没有流出行程预告，肖战突然现身湖北宜昌机场的画面，在社交平台迅速掀起连锁反应。消息最初只是在小范围影迷群体中流传，随后被现场偷拍视频点燃，短短数小时内，全网舆论场完成聚焦。德贤锦制的线下宣传正式启动，而第一站选择了宜昌。这并非一次普通的明星行程曝光，而是一记精准落点的响雷。在影片全国公映前一天，在预售票房已逼近 1.3 亿的关键节点，主创核心人物突然现身拍摄地城市，这种既克制又具爆发力的出现方式，被业内视作一次极具攻击性的零预热宣发。没有铺垫，但直击人心。宜昌不是临时选择，而是叙事原点。德贤锦制此前始终没有对外公布任何路演计划，这种信息真空让市场情绪持续发酵，却又难以落点。而宜昌正是这部作品最重要的现实支点。影片全程在宜昌取景，故事原型指向1943年的石牌保卫战，一场在中国抗战史中具有极高象征意义，却在影视作品中相对少被正面书写的防御之战。影片以普通匠人视角切入历史洪流，将宏大战争拆解为守不守这一块家园的个人选择。因此，当肖战以主演身份回到故事发生地，这已不再只是常规的票房宣传行为，而是一种叙事闭环的完成。角色来自这里，演员也回到这里。不少影迷将这一举动解读为现实世界中的莫德贤完成了一次回望。这一说法迅速获得大量情绪共鸣。低调却高度严密的发布会现场，当天下午，肖战出席德贤锦制主创见面会，活动采用定向邀请制，仅限媒体、政府相关人员及合作方参与，实行身份证与人脸识别双重核验。现场未设置公开应援区，也未进行大规模路演炒热。这种近乎去娱乐化的组织方式，在当下电影宣发中并不多见，却与影片本身的气质高度一致。肖战以黑色休闲造型亮相，没有刻意设计，状态自然松弛。随后与周依然等主演及核心主创一同登台，全员统一身着黑色德贤锦制主题 T 恤，造型极简，却被网友评价为把剧组服装穿出了高定完成度。互动过程中，现场粉丝情绪高涨，欢呼声此起彼伏，有人形容像烧开的水壶。但在镜头之外，更被讨论的是肖战在发言时所呈现出的稳定感，语速克制，表达清晰，不空谈，不煽情。从星光中心到角色中心的转化，在谈及角色莫德贤时，肖战并未过多强调自身付出，而是反复提及普通人视角被逼到墙角后的选择。这种表述方式本身就与流量叙事中的英雄塑造形成区隔。为塑造这一抗战工匠角色，他提前进行大量身体与技能准备，减重15斤，长时间户外暴晒，手部反复训练至节俭，为贴合人物身份，系统学习钳工、电焊、榫卯结构，全篇挑战南京老城南方言演出。影片中他几乎去明星化出镜，满面油污，战损状态贯穿始终。不少影评人认为，他在片中的表演关键不在于情绪爆发，而在于细腻的过渡。角色从最初的钝感、生涩，到后期被现实逼迫出的警觉与决绝，层次完成度很高。一个眼神引爆全网解读。发布会当天，真正引发二次舆论高潮的是一个并未写进流程的细节。在肖战回答主持人提问时，
坐在台下的制片人侯洪亮始终安静注视，神情专注，频频点头。相关镜头被观众捕捉并迅速传播，侯洪亮看肖战的眼神成为热搜关键词。网友调侃这一眼神像李湘看王诗龄，也有人更直白的总结：这不是看摇钱树，是看镇祖之宝。玩笑之外，这种反应实则释放了明确的行业信号。侯洪亮一向以内容本位著称，极少在公开场合表达明显偏好，而肖战在现场的发言，恰恰精准呼应了其创作理念对蓝小龙剧本核心为加而战的理解，对人物行为逻辑的清楚拆解，以及对战争叙事中普通人位置的尊重。这种眼神更像是一种专业层面的确认。数据正在完成说服力闭环。截至12月5日，德贤仅至多平台预售成绩持续走高。猫眼预售 1.28 亿，灯塔预售 1.31 亿，3、4线城市购票占比约 68%， 非粉丝购票占比约 37%。在2025年整体院线环境中，仅约 9% 的影片能够突破1亿票房。这样的预售结构已经显著超出粉丝托底型电影的安全阈值。与此同时，多位影视圈演员选择包场支持 ，Tops 等品牌同步进行联动加码。这种来自产业链不同端口的反馈，显示影片正在形成真实的市场期待。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侯洪亮罕见打破长达8年的微博沉寂，发文鞠躬致谢，直接回应市场表现。这一举动被业内视为对影片及主演价值的双重肯定。为什么制片方会偏爱肖战？从德贤紧致到谍报上部封顶，侯洪亮与肖战已连续展开2部作品合作，并在朋友圈晒出肖战剧照，称其未待挖掘的宝藏。在当下演员市场高度同质化的背景下，肖战所具备的特质恰好落在稀缺区间。他有足够的破圈号召力，能完成票房启动。他能准确理解文本，避免表演漂浮。他在公开表达中知进退，有分寸，从不制造额外风险。正如不少网友所说，你永远不用担心肖战的采访会失分。这种稳定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等级的职业能力。因此，无论是在孔生、徐克还是郑晓龙的合作现场，观众多次捕捉到相似眼神放心、欣赏，以及一种可以把项目放心交托的笃定。当宜昌的喧嚣沉入银幕，从机场的突然现身到发布会现场的情绪聚焦，肖战用一次几乎无宣发的动作，为冷档期撕开一道切口。12月6日，德贤紧致正式全国公映。当宜昌路演的热度退去，影片终究要回到最根本的判断标准：内容与时间。但至少在这一刻，可以确认的是，这不仅是一部电影的上映节点，更是一个演员在市场与专业双重坐标中完成身份确认的关键时刻。而观众即将走进影院，去见一见那个叫莫德贤的普通人，如何在历史的逼仄缝隙中选择守住属于自己的那一寸土地。